这是一个关于生存理性和对抗傻瓜的长期主义讲座，请坐好，竖起耳朵听。在这里，我不会给你任何像糖果一样的化妆品，却会让你牙齿烂掉的承诺。我只提供真相，而真相往往是苦涩的。大多数学生，如果我们能通过这个词来称呼那些在赌场里追寻红绿数字尖叫的赌徒的话，总是死在同一个陷阱里。这个陷阱如此显眼，以致只有盲目自信的人才会视而不见。只要联邦储备系统的官员们开始调整利率，你就看到了一场滑稽的马戏团表演。那些华尔街的选民和电视上的名嘴们开始欢呼，他们把货币的转折点当成了狂欢节的入场券，仿佛一旦降息，钱就会从天上掉下来，填满他们空空如也的口袋和更多空洞的大脑。但这不仅仅是错误的，这简直就是精神错乱。超过80%的人像巴甫洛夫实验里的那条狗一样，听到铃声就反射地流口水。降息的消息一出，他们就疯狂地冲向那些表面光鲜亮丽，实则腐烂透顶的标杆，那些从来不赚钱的科技股，那些除了消耗电力没有任何实际用途的加密货币，还有那些承诺高回报却连本金都给不出来的垃圾债券。结果呢？结果总是充满讽刺意味的。正当他们以为盛宴开始的时候，真正的痛苦才即将来临。资产震动表被撕裂的声音比惨叫刺耳。只有当潮水退去，他们赤身无力地站在沙滩上瑟瑟发时，才恍然大悟，降息不冲锋号，而是防空警报。如果你指望美联储来挽救你的投资组合，那你就已经输了。因为美联储降息从来不是为了给你补助，而是为了抢救正在危重的重症监护室里呼吸困难的经济体。接下来我要剖析的3类资产，是我在这个残酷的市场里活了近1个世纪，经历了6轮完整的降息周期后提炼出来的生存法则。这里面让你一夜暴富的秘诀，因为凡是承诺让你一夜暴富的人，最终会让你在光天化日之下。这里只有关于如何避免哑，如何活下去，以及如何在尸横遍野的时候依然能够安然入睡的智慧。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一件事。在所有人都在做梦的时候，保持清醒。所谓的资金成本下降，给你们制造了一种致命的幻觉。这是一种认知偏差，让你们以为借钱变便宜了，那么所有资产的价格都应该像气球一样飞上天，但却违背了阴谋的物理原理和经济学常识。如果公司的市盈率已经高达300倍，连1分的自由余额都产生不了，那么不管利率降到多少，相当于降到0，甚至降到负数，它依然是一坨包装精美的排泄物。当真实的经济数据，那些残酷的不加清理的外汇信号最终揭晓时，你以为你在参与一场击鼓传花的游戏，实际上你是在虚拟一家现实眼镜跳段。我必须坦率地指出，任何向你承诺降息等于普涨的人，要么是金融文盲，要么是别有用心的骗子。在这个复杂的智能手机系统里，真正存在的只有价值重估的机会，可以用流动性换取收益，用防御性换取成长性，用确定性换取想象空间。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在同一时刻获得最高的安全性、最强的成长性和最完美的流动性。如果你相信你有这个，你不是在投资，你是在相信童话故事。所以当风暴来临时，我们该躲在哪里？让我们来谈谈第一根加密货币，也是最现代的人们瞧不起的一类资产，对抗钱包的钱包贵族。每个理智的投资者在降息周期开启时都应当配置的第一类资产，
是那样沉闷到让投机者打哈欠的品种。人们渴望在降息消息公布的当天就抓住暴涨的黑马，沉迷于账户数字动向的多巴胺快感，但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下行经济期的注资堡垒。我指的是那些浏览了半个世纪的经济风雨，依然屹立不倒的持续派息企业。不是所有高忏悔的股票都合格，高忏悔只是陷阱，是企业走向衰亡前的回光返照。我要找你的是那些连续25年每年都在提高忏悔的公司。华尔街给他们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名叫贫困贵族，但这个名字背后的代表却是一种被现代穷人抛弃的品行持久力。这些企业不仅在经济繁荣时分红，在资金期，在降息期，他们依然在提升分红。你们能理解这背后的含金量吗？回想一下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纠纷，爱情、纳斯达克的所谓新经济公司成片破产，硅谷的写字楼里堆满了没人要的服务器和人体工学椅，而美联储为了救市大幅降息。爱情像沃尔玛、强生这样的公司在做什么？他们的权利反而成了新高，这并非偶然，而是源于反周期的盈利能力。他们的商业模式无论利率高低，持续产生自由决绝。当降息周期启动时，往往伴随着经济的警惕信号。这个时候，消费者会削减奢侈品的开支，他们不会去购买新构建的鼓风包，也不会去换最新的农产品，但不会去购买食品、药品、卫生纸和电力。需求的刚性特征使得消费、医疗保健、公用事业领域的穷人成为降息人民币最该持有的资产。多数人误判了降息的意义，他们认为普遍的货币政策必然利好高涨股，这完全是倒果为因。真正的逻辑是，降息往往会做经济疲软，而经济疲软时，稳定的走势远比增长故事出现10000倍。提升了沃尔玛的股价在降息首月下跌了 15%， 我根本不会在意。我真正在意的是它是否还会按时寄来发票，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经济发票时，人们不会停止生病，不会停止擦屁股，也不会停止给孩子买奶粉。人类的基本需求具有惊人的能力，这种确定性比任何人工智能概念股承诺的创新性创新都要可靠。穷人在降息环境中的精妙目的地，用一种独特笨拙但有效的方式解决了3大关键问题。第一，它提供持续收入，让你不必在市场恐慌时被迫减持，这在降息周期至关重要，因为春节市场常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如果你依靠补给生活，你永远不必在股价低点抛售资产来支付账单。你不需要杀鸡取卵，因为这只鸡每天都在下蛋。其次，它提供了极高的对冲费用。优质的穷人拥有定价权，能够在成本上升时提价维持利润率，这与固定收益资产形成了对比。第三，它自动完成仓位再平衡。当股价下跌时，你收到的收益再投资能买入更多的股份。这种机械式的低位加仓，远超大多数人情绪化的择时效果。在防护游戏中，只要你不死，你就赢了。而让你不死的，不是引发，是持久力。肯定会质疑，查理，降息周期中债券不是更抢救吗？这句话只对了一半。公司债确实已经上升，但企业违约风险正在同步攀升。而那些连续年增长的公司，其财务状况确实有人企业债市场的定海神针。以宝洁公司为例，自去年五旬节起，每年大幅提高，历经9轮完整的降息周期。如果在上世纪80年代降息周期持有该公司在过去40年的每次经济支出中，
你收到的祸害都在增长。相比之下，去你关注当时最热门的科技股，或许能获得短期暴利，但也可能永远无法从2001年或2008年的废墟中，在降息周期中，你输赢时间渺茫。我多年来反复强调，最佳的投资组合是能让你在市场时安心睡觉的组合。阿富汗恐慌恰好具备这种特质，它们并非免于下跌，但它们的趋势从不中断，而支撑你长期持有的恰恰是不是那根该死的 K 线图。我再补充一个关于降息周期投资的真相，这不仅是财务策略，更是行为金融学的完美应用。当降息后经济数据持续恶化，财经主播都在天气预报大萧条重演时，你需要实实在在的某个点，不是分析师的预测，不是技术的背离，而是每个季度指标准时到账的现金，这就是你的心理防波堤。我见证过太多投资者在降息人民币清空抢涨股，追涨科技股，最终去领取资金中精神崩溃。他们没有任何线索，任何事情都在提醒他们自己持有的企业仍然正常运作，然后销售商品，否则没有创造利润。你的财富增长并不依赖于下一个接盘侠，而是基于企业的真实盈利能力，这才是可持续的财富积累，这才是当所有人都在恐慌时你能保持镇定的根本原因。有些人看到初始复苏率只有2.5%的股票，会觉得他们在降息环境中缺乏吸引力，没有错，但忽略了本质。初始复苏率只是起点，关键在复苏。如果你在降息买入一个3%得分率的股票，而公司每年将得分提高1%，那么10年后，你根据原始本金的得分就变成6.5%，20年后，这个数字是15%，这就是堡垒复利的魔力。你的收入在增长，而锁定成本死在买入价上。与类似的降息后却不断下行的债券相比，这是天壤之别的。还有一点，穷人是天然的公司治理筛选器，要连续25年每年提高赔率。穷人不能过度杠杆，不能进行傻瓜式的增值，必须保持充沛盈利。这种资本配置纪律，至少是降息周期中最珍贵的价值。要寻找的是那些业务简单到无聊的公司，生产牙膏、电力、降压药。这听起来毫无想象力，直到你意识到无聊的业务往往得活最久，而刺激的创新常常屡屡折断。我亲历过无数革命性技术企业灰飞烟灭，但从未见过金百利公司那个卖纸巾的破产，因为擦鼻涕从来都不是生活必须的。为了这种可预见性，值得你原谅溢价。现在让我们转向第二根动力，这可能是最反直觉的部分，短久期优质债券。降息周期中，这第二类必须配置的资产，其逻辑比第一种更难让普通人接受，而这恐怕是为什么90%的投资者会误判的原因。本能的欢呼降息后其实更高的长久期债券，误以为锁定高利率就是聪明。但事实是，在降息起点，短暂时期可能是致命陷阱。我指的是剩余期限在3到7年的任何高信用评级债券，具体而言是最高信用评级3A 级的公司债或政府机构债，不是债券配度型，而是那些发行方财务稳健、流动性充足的品种。在美联储开始降息时，长久期债券确实会因利率下降而价格上涨，但这种资本利得是镜花水月，降息往往会伴随经济恶化，企业违约风险上升，信用利差扩大可能完全是因为利率下降的收益。
你需要平衡利率收益与信用风险的最佳点。多数投资者在降息周期犯的经典错误是过度延长债券久期。他们买入30年期公司债，期待复制1990年代债券牛市的辉煌，这完全是刻求周见。当前全球债务规模与40年前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利率下行空间有限，但信用风险在北极。在降息周期持有长久期低信用债券，随即于在泰坦尼克号上争抢头等座位。短暂的虚荣后是永恒的沉寂。短久期优质粘合剂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实现了3重保护。第一，利率风险可控，即使联储降息幅度不及预期，短久期债券价格也远低于近期品种。第二，再投资优势，当债券在3到5年后通货膨胀时，你可以将收回的本金以当时可能更高的利率再投资，或者如果经济陷入螺旋上升，你有现金购买那些被打折出售的优质资产。第三，信用风险缓冲，短久期意味着你更快拿回本金，大幅降低发行方违约概率。以2006到2008年降息周期为例，那些在联储首次降息时买入7年期最高评级债券的投资者，最终年化回超越30年期国债4个百分点。当危机深入时，长期国债虽然受到避险资金追捧，但债市公司债市场冻结导致的流动性危机让长期公司债暴跌，而9高等级债券始终维持着短叙利亚期和继续本金保障。如果我要在降息周期配置债券组合，我拿出25%到35%的资金投入3到7年期优质债券，平均走向必然追求达到，但信用评级必须都在单 A 级以上。你构建一个包含12到20支发行不同方的债券组合，覆盖公用事业、制药、必需消费等防御性行业。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博取最高收益，而是构建稳健的收益基石。而在降息周期中，稳健的收益基石远比冒险追求资本利得更重要。我明白人们对债券预注的失望，但你其实是真实的，并非表象数字。当降息开启时，狂热往往以更快的速度下降，这意味着真实的可能在上升。更重要的是，债券在组合中的不是提供救主角色，而是提供稳定。在降息周期稳定本身就是稀缺资源。久期债券还有一个关键优势，它给你未来选择的自由。当这些债券短逼迫时，你会获得持续的困境，可以在降息中后期配置增加吸引力的资产。而那些将所有资金锁定在10年期债券的人，只能睁着眼睛看着曲线下移而错失机会。在投资中，灵活就是价值。在降息周期，灵活的价值呈几何级数增长。肯定有人会反驳，降息周期配置中股票预期收益更高，何必债券？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是组合构建的癌症。债券存在的意义不是击败股票，而是降低组合整体波动。当降息周期演变成经济危机时，所有资产相关性都会趋近于1。只有高质量的短久期债券才能提供真正均匀的分散化。这种分散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债券配置中最危险的顺序是追求明确而降低信用标准。你会发现很多准垃圾级债券提供了诱导作用，但在降息周期中，这些债券的违约风险呈指数级上升。记住，在降息周期中，资本保全远比收益重要。你无法通过高风险债券实现财富自由，但完全可能因此陷入贫困。
最后记住债券投资的第一法则，你不会因为持有高质量短期债券而破产，但完全可能因为持有低质量长期债券而破产。在降息周期，这个法则的重要性会放大10倍。所以第二个提案很简单，配置25%到35%的3至7年期高信用债券，不是因为它刺激，而是因为它安全；不是因为它收益高，而是因为它防止你犯错。现在我们来到了最后的堡垒，第3根支柱，简单消费领域的龙头股。这是市场最容易被忽视的品种。在降息初期，它们往往表现平平，被那些高波动率资产恰恰甩在了另一组。但正是这种特性，使它们成为降息晚期最重要的压舱石。我指的不仅仅是那些生产可乐汉堡的公司，而是那些在必需或者消费领域拥有绝对定价权的龙头企业。却并非所有消费股都合格，而是那些市场占有率超过30%、品牌认知度覆盖代际的公司。他们分析师贴上成长性不足的标签，能够在经济繁荣时提供惊人的实力。当降息周期临近时，经济将脱离预期现实，消费者会削减一切非必要开支，他们会停止去昂贵的餐厅，推迟购买新车，取消度假计划，但他们不会停止购买牙膏、洗发水和速冻食品。这些起2008年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沃尔玛的同店销售额增长了 5.7%， 可口可乐全球销量仅下降了 1%。 当所有资产都在暴跌，当银行股跌得最严重的时候，这种稳定性就是无价之宝。绝大多数投资者在降息青少年犯的错误是过早抛弃防御性股票，追逐周期性股票。他们首次降息去后就买入汽车股、航空股，期待经济快速复苏。但历史数据显示，从首次降息到经济真正见底，平均需要18个月。看到这18个月里，只需消耗龙头股的累积收益往往超过周期股20个以上。如果我要在降息周期构建组合，我会拿出15到25的配置，给3到5家必须的消费龙头股。选择标准不是短期配置，而是市场份额、定价能力和稳定性。你需要的是那些每天被万人使用却无人关注的品牌消费者，而不是那些依赖营销炒作的新消费概念。简单消费股在降息环境中的独特优势是，它们提供天然的通缩保护。当降息无法阻止经济滑向通缩时，这些公司可以通过降价扩大市场份额。由于固定成本参与高，消费增长能促进单价下降，这种灵活性是其他行业不具备的。我知道有人担心消费股估值偏高，在降息周期起点，它们确实不便宜，但你要明白，为优质防御性资产支付合理的溢价是值得的。就像为房屋购买火灾保险，你永远用不上它，但一旦需要就是救命的。龙头股就是组合中的消费保险，他们的希望不是平时这段时间的证明，而是在危机时刻爆发。消费股还提供隐藏的期权价值并购溢价。当降息周期时，资本会自然流向最安全的资产。那些稳定简单的消费龙头会成为并购市场的宠儿。这种并购期权是免费附送的。最后，记住消费股投资的核心，你投资习惯是人类习惯的惯性。刷牙、洗澡、喝咖啡，这些不会因为美联储降息而改变，也不会因为股市经济而消失。这种稳定性在动荡的降息周期中就是最好的资产。当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都在恐惧变化的时候，
那些坚守不变的年轻人往往笑到最后。总结这3个支柱，它们共同构成了降息周期的防御体系。穷人盈利提供稳定盈利，短久期债券提供资本保全，消费龙头提供经济韧性。这个组合不会让你在降息首月登上收益榜榜首，甚至可能让你看起来像个过时的老厨师，但它能确保你在整个周期结束时财富健康增长，而不是像大多数人那样在过山车般的市场中被甩出轨道。在70年的市场历练中，我学到的最重要的教训是，聪明的人不是那些预测最准的人，而是那些犯错最少的人。降息周期是错误的高发期，因为情绪会取代理性。如果你能坚持这3个原则，不被底层噪音干扰，那么无论降息周期如何转变，你都会安然度过。最终，投资的成功不取决于你的智商，而取决于你的性格。在降息周期中，耐心比智慧更重要，纪律比灵感更重要。如果你具备这些品质，那么这3个资产类别就是你准备的。如果没有，那么任何策略都救不了你。记得我常说的那句话，告诉我我会死在哪里，我就永远不会去那里。在降息周期中，大多数人死在高估值、高风险、无灭绝的资产里。你的任务很简单，远离那里，坚守这3个枯燥但安全的领域。世界终会奖励这种枯燥，就像它总是惩罚那些盲目追求刺激的人一样。这就是我的建议，你不听。显然我已经很老了，我的财富已经足够让我不需要再向任何人证明什么。但你呢？希望你能做出明智的选择。